加拿大作为移民大国，对于移民的态度良好，而且相关政策较稳定，深受华人们的喜爱。而且教育水平以及国家社会福利也都名列前茅，是人们心中理想的移民国家。那么移民加拿大有哪几种方式呢？选择哪种方式又是最快速简单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劳工市场影响评估，也就是 LMIA， 为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 ESDC 开设的临时外国劳工项目。雇主必须通过加拿大服务中心向 ESDC 递交雇佣申请，是申请快速移民的一种方式。持有 LMIA 雇主签发正面批文的移民申请人将可额外加50分，而在经过计分之后，若是能够取得67分，并有足够安家资金，即获准移民加拿大。LMIA 的优点在于移民之后马上就有工作，可以说是在无缝接轨的状态下立即进入加拿大的职场生活。但不变的是，加拿大政府还需确认雇主为至少成立1年的正规公司，而且有业务运作，而雇主公司也需解释雇佣你的原因，并向 ESDC 证明没有合适的加拿大劳工适合该职位，需要靠外国劳工填补职位空缺才能符合申请资格。联邦快速通道其实不是一个移民项目，而是一种在线申请移民的途径。Express Entry 共有3大类别，分别是加拿大工作经验类、联邦技术移民及联邦技工移民。对于已经来到加拿大的申请者，且具备英语成绩和一定的加拿大工作经验，可以考虑加拿大工作经验类移民。另外，人在国内的申请者，具备工作经验、高中以上学历和英语成绩，则可以考虑联邦技术移民。而直接符合加拿大技工移民的申请者不多，因为要具备加拿大认可的技工证书，获取得指定行业的工作录用性，并满足工作要求，因此很难满足联邦移民快速通道的被邀请移民的条件。但申请人只要满足这3大类别的任何一类要求，即可进入联邦移民快速通道申请的候选池成为候选人，透过 CRS 分数系统计算分数。收到邀请的候选人则可以申请成为永久居民，申请时间约为6个月至9个月不等。CRS 评分系统的满分为1200分，主要涉及人力资本核心要素、配偶因素、适应能力因素及额外加分4个方面。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联邦快速通道的方案并不适用于魁北克省哦。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教育体系，学习条件一流，每年都吸引很多学生前往。加拿大毕业于公立学院或大学的留学生，都可以在顺利毕业的同时，向移民局申请毕业后工签。除此之外，在移民局新政之下，持加拿大学历者能在通过联邦快速通道时得到加分，这也成了留学生申请移民的必经之路。而公立学院的入学要求是必须要有高中成绩单及雅思6.0或托福80分以上。从公立学院或大学顺利毕业的留学生都可以申请工作签证，这使学生们能不受雇主的限制，自由的在加拿大任何一个省市工作生活。虽然3年的工作签不算短，但为了在期间内成功申请到移民身份，必须在毕业时甚至从上学期间就开始规划自己之后要做的工作，而工作职位需符合国家职业分类里的职业要求，并于该职位工作满1年即可符合资格，并创建移民申请人档案。先留学再工作后移民，加拿大各类工签计划和移民政策的多元化，绝对是众多留学生首选加拿大升学的原因。因为联邦政府在2014年取消投资移民类别的关系，因此魁北克省的投资移民计划为目前加拿大唯一的被动投资移民类别。申请者必须拥有净资产至少200万加元，而且证明这些钱的来源合法，或是在过去5年内累积至少2年的管理经验，并投资120万加元，而该笔资金于5年后可以拿回，只是没有利息。好处是申请者不需为魁北克省创造工作机会，也不需积极的管理某间公司，因此该移民计划深受申请者的欢迎。但因为目前申请积压问题严重，因此自2019年11月1日起，魁北克省的投资移民类别已暂停接受新申请，直到2020年7月1日才会重新开放。加拿大移民局非常重视协助公民或永久居民将家人从远居国移居到加拿大与他们团聚。如果已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担保同性或异性婚姻之配偶，能证明同居1年以上的伴侣，22岁以下单身子女或拥有足够收入证明的父母及祖父母，移民到加拿大成为永久居民。而为了防范假结婚移民，若是没有共同子女的申请人，会先拿到2年有条件的枫叶卡，需2年后证明还是维持婚姻或同居关系，才可以换发一般的枫叶卡。若是已有共同子女的申请者，拿到的则是没有条件的一般性枫叶卡。本集为大家详细整理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分方法、条件、相关费用及工作分类系统等。若有兴趣的人，不妨认真计划一下，或洽询环球管家哦。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别忘了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让你资讯不漏接。欢迎各国移民、物业开发商与我们合作。